好了，来看看今天给大家伙播一个啊，传说中的牧师啊，牧师一命通关。这个呢，虽然说也是我们猪头3 123打的，但是这个人物他也说了啊，这个人物呢，实话实说啊，没有这个战士猛啊。这个确实是啊，但是这个人物呢，看得出来，其实感觉操作起来差不多，还是你看啊，他也是有盾，首先他有盾，对吧？在有盾的基础上呢，他还有这个武器一个样子。然后血杀的话呢，你看还是有点像自动跟踪的这种雷电的效果，跟法师的感觉差不多啊。它跟法师的感觉差不多，所以说你玩起来一样。第一关上来，利用一个火加血杀就可以秒掉这个 BOSS， 不用多说。好的，血杀再血杀，砍2刀直接砍死。速通啊，其实是非常考验一个玩家对一个游戏的理解程度啊，就是对吧？求快，上来先给一个盾。圣骑士，圣骑士太狠了啊！哎，我们这儿那个点东西啊，比如说什么美团、饿了么，那老贵了。你比如说啊，平常最便宜一个东西，它保准给你贵5毛钱，然后稍微贵一点点的就贵1块钱。然后呢，点一个东西，原本它店里面卖8块9块的，它就会卖12，对吧？8块就会卖12，7块卖11，8块卖12，就是，哎呀，好嘚儿的。然后也没有什么红包。很欺负老实人。好了，跟着一个火，这个火呢，咱们也是秒 BOSS 专用。一会儿咱们看一下这个牛头人啊，牛头人，这个 BOSS 你看打起来就没有法师还有战士好打是吧？感觉这个人还是稍微的，他肯定是在防御上啊，肯定是稍微的牛逼一点，比咱们的这个。你看他的盾啊，比咱们的战士还要大，他是属于盾比较大，而且重甲，他应该是防御力比较强，这种感觉不一样。来吧，给把武器看看武器什么样。好了，变成一个榔头，我操！一个牧师，你拿什么榔头呢？啊，这不就是铁锤吗？这不就是对吧？这不就是王大锤吗？对吧？砸了这一家，砸那一家，让我砸谁我砸谁。大哥砸谁呀？砸，你看他这个发音啊，就是平舌、卷舌、平舌，对吧？翘舌，砸。好了，看看牧师哪有拿盾的？其实他就翻译过来叫牧师，因为你一看这个样子啊，就是也明显是信教的啊，对吧？他信教的，他有信仰啊，兄弟们啊。感觉这个怪有点难打，有点肉，打了4下才能打死啊，而且还容易打倒。这个怪还会防。法师的话呢，在远距离的时候撇这个小法师小球的话，就会有一个好处啊，一是远，对吧？一是远，二呢，这个法师本身也灵活嘛，对吧？啊，感觉这榔头打得太近了，感觉是吧？其实战士也不近。但这人可能操作起来有点慢。圣骑，其实我第一次了解圣骑是啥呢？我玩那个魔兽争霸那个人族的圣骑士，后来我玩上海3C，圣骑也是一个非常屌的一个英雄啊！我记得当时他30的大呢是一顿大滋滋的雷电，15是雷电可以电人啊，就是跟这招差不多啊，这招差不多。然后呢，10级的技能是有那个无敌，可以给自己变成无敌的效果，还能给自己的兵加血，可以加血。反正总体来讲就是厉害啊！梆梆梆梆梆，好了，又要给一个箱子。这龙死的太惨了啊！一上来就会给你一个箱子，这个箱子里面装的应该是盾牌。哎呦，不对，是个榔头！哇，流星锤！咱们这个锤厉害了啊！这锤打到人身上一砸一个坑，扎的全是刺儿，有东西的啊！狼哥可以做吃播，我现在我就是感觉吃播有的人有点畸形，他畸形在哪你知道吗？他吃播吧，他特别难受就在于什么呢？就是，哎呀，这个就是你吃起来吧，
你，我咋说呢？有的人是为了看人多吃，好像吃播必须得吃的多似的，就是，哎，你又不是大胃王，你凭什么吃啊？我感觉好像就是概念就变了，吃播有的时候自己可以做饭吃啊，自己体会，比如说走遍大江南北，然后直播给大伙做这个美食节目，我觉得也挺好的，你们觉得呢？好了，看看又是多头龙。每次啊，这个龙王你会发现，甭管是龙王还是龙与地下城，这龙啊一天被虐800多遍啊！甭管是龙啊，龙骑士还是什么，这个最后那个恶龙，死的老惨了啊！我在想啊，龙这个生物呢，目前咱们都是传说的啊，没有科学认证存在的，基本上都是传说啊。咱们中国的龙是根据图腾，而这个国外的那个龙呢，是根据也是传说啊。咱这个龙呢，虽然说目前证明不了存在，但是呢，咱们大家伙说啊，恐龙是存在的，对吧？那么恐龙跟这个龙呢长得不太像，而且科目都不一样。跟这恐龙呢好不好吃我不知道，但是恐龙啊，据说跟现在的鸡就是近亲。你们很多人说恐龙肉好不好吃，你就可以说那个鸡肉啊，就说鸡好像跟这个恐龙是对吧，还是挺像。你们把这个鸡当恐龙吃就好了啊。9头蛇，这一共是3头龙。前面那个大龙，你看这个粉红色这个大龙，我觉得就肯定好吃，真的。把它片下来吃啊，而且还可以杀生吃，对吧？整点那个辣根儿蘸着吃了，肯定老好吃了。好了，这一关是船关，一上来给个箱子，然后是个盾，想都不用想啊。拼儿，吃完这个东西之后啊，咱们还有一个无敌效果啊，这个无敌效果也是挺逗的啊。鳄鱼是恐龙，那个都说嘛，其实那个鸟嘛，说鸟类啊，始祖鸟啥的都是恐龙时代。说恐龙吧，对吧？它跟这个鸟应该得说是一个规格的。会不会飞咱们先不说，好的，直接把它变成小动物，这就是秒杀啊！把它变成蛙。龙头，龙舟，来到塔里面，爬塔。好多游戏跟爬塔有关啊，塔这个中外啊，你会发现中国和咱们国家和欧美啊这些这个文明，你会发现他们都跟塔有关。有人说金字塔是塔吗？啊，看起来不太像，其实目的差不多。这塔有时候挺有意思的啊。你像咱们这儿都比较熟那个雷峰塔，我昨天为啥没直播？昨天在跟陪郎嫂看那个白蛇缘起，就是那个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就那个国漫，我觉得剧情方面弱智了一点啊，这剧情方面真的就是很弱智啊，就是都不用想，猜都能猜得到啊。但是呢，这个他作画啊，包括他这个确实牛逼啊，这个动作方面上啊。好了，又是一个炸。像这种东西啊，以后就后面几关很少有啊，就可遇不可求的东西。感觉都是给菜鸟专用，菜鸟不会啊，就给他用一下。然后对于补来说呢啊，也是很多时候咱们需要血杀来这个把这个补给对吧？把这个boss 给秒掉。但是呢，血杀呢又有一点啊，你费血呀，对吧？你怎么办？所以说啊，没有办法。你看打这个 boss 呢，咱们就是还是法师要好一点，战士也好一点，而咱们这个牧师啊，就感觉就是迟钝。中美合拍什么时候上映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只知道开花就完了啊。同样是牛头人，刚才咱们那个是青面牛头人，这个是黄金牛头人，一个是青铜级别，一个是黄金级别的，不一样。一个是天马流星拳，一个是那个什么射手座啊。咱们看咱们这个穿衣服啊，这个咱们穿的是板甲。啊，穿的是板甲，然后战士穿的是轻甲，法师穿的是布甲，然后射手穿的是那个皮甲，你看完美啊！矮人族穿的是密银战甲，刀枪不入的甲，他自己会造。你们看《指环王》是吧？《指环王》里面就是这么描写的。好，来看看。小狼来个 DNF 剧情好不好 ？DNF 剧情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。
这个游戏场景牛逼呀，它也是确实挺好看的，挺醒目的。但是我个人觉得，如果它让它跟那个暗黑密影比啊，觉得就是它在游戏设定上就是完败，但是画面上我觉得还好吧。但是那个暗黑密影的画面的偏写实一点，同样是 Q 版，但是偏写实一点，这个就是完全 Q 版。你看这个骷髅，你看的都不可怕，这骷髅多可爱呀，老可爱了啊！有的很多人做游戏，你们知道吧？做游戏千万啊要记住。你面临的受众是什么样的受众？你要面临的那种就是小可爱啊，那种小学生，对吧？你要做的可爱一点、萌一点，对吧？对吧？你要是做的太血腥了，就面对那种就是崇尚暴力那种啊，那种人。对，被攻击的时候拉后式防御。最开始拿盾牌的人啊，就是在后面的时候打最后一关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地方，这一杵子看不看见？这一杵子多少血啊？困难难度啊，确实是很难受。歌利亚，兽人永不为奴，除非包吃包住，太狠了啊 ！DNF 的剧情就是我都爆了，关羽说我都爆了，是吗？其实强化我觉得特别恶心啊！我一直都不理解说强化这个东西，我能理解就是像梦幻西游那种往上镶宝石，对吧？往上镶宝石，然后它打造出来的东西不一样，有国标，有那个属性爆炸的啊，什么还有一些特技的，什么5等级限制啊，或者说是那种什么的啊，对吧？加点什么特技啥的，这我都能理解。我就是不理解啊，就是说，就是你武器强化，它这个什么加10级，我操，过分啊！这个是真过分啊！好了，看看一个雷，这个蜥蜴，好多人说蜥蜴的肉特别酸，不能吃。咱们看这是小狼，看见？弓箭手小狼，哎呀，这没整好，打了。这个防不是特别好防的，有的时候你意识到防，但是晚了，真的啊。为了骗钱呢。相比之下，我觉得手游，我觉得干每一个游戏都要赚钱是很正常的。但我就不理解啊，有很多游戏我真是他妈醉了啊！比如说那个什么，比如说《植物大战僵尸2》，然后中国版，我操，一个单机游戏啊，你氪金，哇，真是服了，而且比国外卖的贵，对吧？你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不理，我操，要死，有难度啊，兄弟们，有难度的。好了，加血，这个加血牛逼了。这个是蜘蛛救大树啊！这个大树说句实在话啊，一直都被蜘蛛给欺负。咱们把这个蜘蛛打死之后，这个大树就再见了啊！这大树就开始复活了。大树就是告诉你啊，我就像一棵不会走路的大树，基本上是这个意思。国际版我知道氪金，但是没有国内版氪的那么重，就包括还有很多那种页游，哎呀，真的是好嘚儿的啊！就这种感觉，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啊？又有内功，又有心法，又有什么境界，好多东西都要升。出一个东西你就要氪金，出一个东西就要氪金。好了，变成了一个红色榔头，红榔头啊，红锤子，赖逼。当然呢，我还是借刚才那个说法啊，金刚盾加红榔头，就是我说啊，有很多氪金的游戏啊，真的是。相反，我觉得你像英雄联盟啊、王者荣耀啊这些还真不是很坑。对吧？你想玩的好，你可以不氪金，而且你只要玩了之后，对吧？你铭文你就可以自己手动的就可以，对吧？攒齐，你对吧？铭文可以攒齐，英雄也可以攒齐。除了有个别的英雄啊，什么嬴政啊、武则天呐、赵云啥的啊，剩下的你都可以手动买，对吧？你都可以自动金币买，这些买不了也不影响，其实没有太大影响的，而且也没有什么装备。皮肤呢，虽然说加了一点点，但是这个皮肤呢，你也可以攒嘛，你攒皮肤碎片也可以换。说到底啊，你要是豹子头灵冲的话，是可以玩这个游戏的，而且你也可以上王者的啊，是吧？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，大概是这个情况啊。而这个有很多游戏你不充钱没法玩的，啊。相反，我觉得有的时候吧，
你要不然你就像梦幻西游似的，你充点钱儿，对吧？你充点钱儿，然后呢，你这个钱儿呢，我充了是充了，但是呢，我这个，对吧？我为啥呢？因为我玩点卡嘛。你知道大伙儿知道看，当最开始玩那个魔兽世界的时候，就是点卡游戏可以玩，对吧？因为你再往后它就不用氪金。很多人就接受不了，我玩个游戏，我给你脸了，我还给你钱，我还每个小时花多少钱？很多人不理解这个事儿，是吧？所以说，很多人说免费游戏啊，但是呢，需要你花的钱并不少啊。从征途开始啊，传奇征途，对吧？就开始了啊。我狼玩王者荣耀不氪金，我还是买了个赵云，后来我还是买了点皮肤。我应该花了得有200块钱吧 ，VIP 3，好的啊，好的，看看升级之后，这个游戏也有升级系统，但是这个级数呢，大家伙都知道可以加血量上限，但事实上呢，咱们主要还是这个武器啊，太屌了，你看，龙骑士，尹志平直接被打死，充钱破坏游戏平衡啊。我觉得最狠的就是那种传奇夜游，哇，好恶心的这种人，什么贪玩了月，你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，四兄弟就来砍我，我砍你妹也砍，我砍得过吗？刚牛逼一点，对吧？你就合区了，然后你就弱逼了，你又觉得不行，又氪金玩，然后又批了啊，连续砍，这个。你用刀砍我跟我没关系，我就是大锤子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喜欢用榔头，我们喜欢砸蛋。以后一会儿那个，我就把你给淹了。然后吴孟达说，一会儿你们动手的时候能不能用快一点的刀？我怕疼。他说我们不用刀，我们都用榔头，我们喜欢砸蛋。你们看过赌圣那段吧？当时也是真的，我当时怀疑周星驰在开车，但是我没有证据。好了，草莓直接把血吃满，可以。没有，不是尹志平啊，叫甄志炳，好吧，甄志炳，甄志炳这个太狠了啊！贪玩揽月，你不充40万，你就是个地中地；你充了40万，该是地中地，你还是地中地的，对不对？合区就完喽。哦，咱们看一下这个龙骑，我操，这个龙骑不是 BOSS 啊，是精英。但是这龙骑有小兵的加持之下，感觉非常的猛，看关键就是龙骑士啊，不要叫黑暗骑士，好吧？我看那个白蛇缘起里面有很多人啊，很多人类骑的也不是马了啊，骑的各种各样的东西。反正我听说国漫啊有白蛇缘起，还有斗破苍穹，最近都说挺好。没看过，其实我对网络小说不了解。我第一次了解网络小说啊，就这种网络小说厉害的，并不是什么《盗墓笔记》、什么《鬼吹灯》啥的，我是看《甄嬛传》，你知道吧？说《甄嬛传》说是一本网络小说写的啊，然后改的，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年代，然后改成清朝了。我说啊，这个就是网络小说啊，很厉害。少妇白洁，你就别闹了。白洁，我实话实说。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那啥啊！其实你们要分清楚色情小说和情色小说的区别，就跟色情电影和情色电影一样的区别一样啊，有区别的啊。《寻秦记》我也没看过，我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电影，我都没完整看完过。我完整，咱们看一下，这是黑旗啊，这是黑旗。好了，这大榔头，我操，看起来非常的震撼。这个不就是龙骑吗？龙骑那个龙，只不过它不走，它给这吐火球，这就是动如蛟龙吐火球啊，静如乌龟吐口水嘛，不就是这么个情况吗？啊，一个有剧情，一个没剧情，不是啊，不是的，色情片也有剧情的。就甚至是你们还有很多人说小狼啊，那个我知道那个有马片和无马片，有马片是有剧情的，无马片是没有剧情的。其实有马无马都有剧情，但是不得不承认啊，无马片它重要看的是无马的那个，
对吧？然后呢，就跟剧情呢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，但是呢也有剧情的啊。好了，看看一顿电，这是黑旗将军，最后被龟死，有难度啊，真的是有难度。这个是白旗，有点像圆桌骑士里面的骑士啊，没毛病。好了，夜来城外一时雪，一刀，哇，这个大棒子，我操！这个就同样作为狼牙棒，你会发现这个棒子比之前那个又要长了一点，知道吗？1寸长1寸强，哎，没毛病的啊。这个木姨奶，我感觉咱们的攻击力偏低啊，你们没觉得吗？真的啊，咱们攻击力好低的。不如，别说法师了，就是战士都不如的啊，肯定的，那肯定的。这个攻击力我感觉很低，都已经对吧？你每一个武器都没落下来，然后你砍打这个木姨奶非常的费劲啊。带中文的都有这些，中文字幕是吧？啊，有一个板块叫带中文字幕版本。字幕组啊，这个字幕组要良心的话，你看着还蛮舒服的。否则你要不良心的话，你根本就看不懂的，好吧？好了，看看，不是日本，不是说那个，不是说日本的这个无码是非法的啊。这个无码，他注册的公司，你要在日本注册的公司，他就不能是无码的。但是如果你要是在美国注册的公司，所以说你但凡看那个 FBI 警告的那个，他一般都是无码啊，一般来讲都是啊，因为他公司是美国的没有这个说法啊。你们肯定怀疑我在开车，而且你们一点证据都没有，怎么说啊？骑马那个骑呗。好了，可以看到这个呢，它对于咱们的攻击方式，哎，就是这个眩晕镰刀。就是这个小镰刀，其实啊，如果规一点打的话，这个镰刀对咱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玩法的。来看看盾，好了，这个盾，我操，这个盾上面有图腾的，兄弟们，不一样了啊！咱们看一下这，我操，这是保时捷吗？上面画个马，不是保时捷，这是法拉瑞，有东西的啊！这个盾，我操，哎，他们上面不是画了个龙吗？那不是马，那是龙，马龙白兰度，没毛病啊！这个日本无马是谁？高仓健，狼图腾，一本道加勒比空天使，虎新配信。你们肯定比较熟知的就是店长推荐第一会所，第一会所没谁了啊。色中色，这个你们啊，一看都是老司机的啊。宝骏也是啊。好的，升级15级可以拿青铜斧，可以练攻杀剑法。其实感觉这个大锤子打的挺厚重的，对吧？好了，2个电，这2个电都在攒着啊。来看看，这个是真正的龙旗啊，这是真正的龙旗，龙飞旗啊。这是个，因为他不是骑着龙的骑士，他本身就是一个龙，穿着黄金战甲、黄金圣斗士，厉害的啊，他真的有东西的啊。为了救一个没有脸的小妹儿，小妹儿身材不错，你看这小妹儿，我说句实在话，真的是模特级别的。她肯定不是简简单单的 T 牌，她肯定是 S 牌啊！没有2000块钱，没有权利碰她，好不好？好的，直接死了。6级武器，6级盾，我操，一个雷直接给劈冒烟了，这也太惨了。不就是被打败了吗？至于遭雷劈吗？啊，至于遭雷劈吗，兄弟们？好，进入到了这个城堡当中。
好了，康宝开播了，在 KTV， 那等着关播吧，一会儿就给封了。KTV 肯定是不让播啊，但是 KTV 可以报备，比如说啊，我们这个 KTV 是量贩式 KTV， 然后我们把所有灯都打开，我们不搞那些暗色的暧昧的东西，然后呢，我报备是因为我过生日啊，也许可能会通过啊，但是绝大多数不会通过的啊。好了，看看。一顿砍，砍就完了。我操，这个龙骑，感觉好像不会。咱们在 Y 轴上，你看不会打人，你知道吧？没办法，一点都不会打啊。好，来看看现在这些骷髅，这些骷髅太狠了啊！这是双子座，双子座有点东西的啊。来看看龙皇那个我解说，但是线下我应该不会去啊，线下好像据说还是用街机比啊。防。打这俩人，你看就得归了，没办法，这俩人还会防，你看会防，你有时候拿他一点招没有。当然，好方法就是先打死一个，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，先打死一个啊。好了，看看一顿砍。很多人说他血量是一个的，怎么才能打死两个？他正常就是可以打死两个的，你看啊，不，正常就是先打死一个，只要你卯足一个劲儿往死干他，你会发现他就废了。好的，血杀了一下。咱们还有很多血啊，还没死。这俩人有的时候会同步练一个必杀技。听，哇，爆了，给了一个小草莓。你们不要看那个官方给的那个通告啊，那个是捧杀，那是捧杀啊，那个啊。那个不是我要求官方给的，官方给我捧杀了，我操！好了，看看再削这一顿削，哇，一个雷，再来。有的时候你发现他这2滴血啊，就太扛干了，你得砍多少下才能砍死？一个血杀没死，2下、3下还没死，4下没死，5下、6下，7下没死，8下，我操！一滴血要砍这么多下，所以说近战有时候吃亏啊。太吃亏了，小草莓加不了多少血，来吧，这回换什么武器？我们看一下。好的，这个武器感觉还不如刚才那个锤子呢。刚才那个锤子感觉打人还蛮疼的，这个我感觉有点像降魔杵，这个啊，15级可以手拿青铜斧。好了，看看这个飞行的小妖。不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捧杀？捧杀就是告诉你，小伙子你飘了啊，什么第一呀？你别给我衣服扯坏了。好了，召唤陨石，菊花锤。你们这个哎，我想知道，就这个武器要你们给起名应该起什么名字？我起名应该叫降魔杵啊。我感觉给它起名叫降魔杵应该很适合。我不知道你们应该怎么起名。好的，可以看到这个不如法师打得快。你看这法师打得老快了啊！有法师的话，好了，这个防，你看关键时刻啊，他已经把攻击打出来了，你再防，这个你才能反应过来，直接打灭。又变成3级武器，什么3级武器？这7级武器啊，兄弟！好了，看看大魔导师，我操，这个防可以啊！血杀，那边有个草莓，那草莓你可以随便血杀，反正是草莓现在能补的话，你再放一个血杀应该也能补满啊，补满了，这么一看是补满了
确实是3个血杀的血量也是比较不错，但是你打死这个 BOSS 还会给你补啊，所以说无所谓的啊，该放一放，利用这个血杀来躲这个他的致命攻击，直接砍死。Deep Dark Fancy 棒槌，好的，我操，这个大魔导师是青蛙变的，来看看什么盾，我们看一下晨光之盾、银光盾。这个盾比刚才那个盾看起来又大了一点点，然后这个盾上面还有个金色的刺儿，有东西的。来点以前的网游的，在线直播玩贪玩蓝月，以前的网游，现在还有什么游戏开着呀？好多游戏都关了，没办法运营下去，太嘚儿了。你狼也就玩那个劲乐团啊，你狼劲乐团玩的有东西的，兄弟。真的也算是3线啊，劲乐3线。明天解说9期啊，明天有9期解说，肯定要解说的啊。哎呦，哇，这不就是哇？这是大红色榔头的升级版，咱们看这哇，这个榔头我操！我实话实说，虽然说还是感觉不够猛。但是明显感觉到它的震撼力、震撼度，真的啊，比之前又大了一圈。尤其是那个榔头那个龟头啊，就确实大了一圈。你看没见？有东西的。好了，看看，这明显有这个大榔头啊，打这个龙都不怕。你看这个龙打的跟玩一样啊，之前是火龙，这是冰龙是吧？啊，太锤子了，这龙升级。钉子一流，这个大锤子，我操，干啥用的呀？都不知道啊。消防锤是这个小锤专门是砸那个，拿一个锤子可以把那个消防系砸出来，然后用来那个喷火灭火。哎，我问一个事儿哈，就是说我经常看一些美国电影，包括有个游戏叫《求生之路》，你们也知道。就经常你会发现有一个地方，那个一个玻璃，你把玻璃打碎，里面有一把斧子，就是那个大斧子嘛，一个红色的斧子，挺长的，双手拿着可以抡着打的那种。很多游戏都有这个斧子，很多电影里面也有这种斧子。但是为什么对吧？我想知道，就除了美国之外，其他国家好像都没有这种设定。他们可能害怕这个斧子随时随地碰见一些不法分子拿来当凶器，是吧？来，哇，这个盾，我们看一下8级锤子、8级盾，这个盾牛逼了，这个盾。咱们看这个盾看起来，我操，这是大星辰之盾啊！中国也有吗？我没看着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个斧子的，我没见过这个斧子，我知道有锤子的。你们哪个地方有的？我在上海，在牡丹江，我没见过这个斧子，我没注意吗？我看很多美国电影，你看我前2天看那个什么，比如说有一个电影叫《忌日快乐2》啊，《忌日快乐》。还有很多这种电影都有啊，你家门口就有哇，真的假的啊？他不怕有一些不法分子就是一时激情犯罪，拿这个斧子然后那搞事情，对吧？好，来看看，哇，这2个，你看这些怪的，有东西的啊，这些怪。之前红色的是 BOSS， 然后咱们现在1v2 有难度啊，打的确实有点墨迹的，还是利用 Y 轴，可那个小灰来打，50度灰啊，他们这可以啊，带着是黄金护腿、黄金护手，然后那个黄金腰带，然后黄金耳环。确实厉害，一个 BOSS 只要是一个的时候，就是真的是锤子啊，随便打，随便揣过，啥也不是，1连粉4，血杀，再来，直接打死，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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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是给一个小草莓，好了，直接过关，来到最后的一个环节。50度灰都看过，
啊，是好的，感谢我们的红管愣头青赠送的办卡，非常的感谢。来，往前走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似爪牙。来看看大龙，超级大龙啊！这个大龙不用多说了啊，这个大龙呢就是最后的 BOSS。龙王讲的就是他，我操！别扯了，钢蛋，他没防好啊，他如果第一时间拉后可以，哎，差一点，看没看见？好，防住。这榔头拿榔头敲龙头，榔头敲龙头，顺口溜啊，这是绕口令啊。这个龙最狠的是打一打，他还交换体位，你看啊，哎，交换一些体位，哎，好了，看一下移动型喷火，龙爪手，防。你这个龙它为什么要积累财富呢？这些金银珠宝对龙收集了之后有啥好处？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就是有一个说法嘛，对吧？我记得有一个说法，就是咱们远古时期啊，有一种人啊叫苏美尔人。所以苏美尔人呢，就说啥呢？说这个黄金啊，说这个黄金啊，之所以黄金特殊，就是因为黄金是恒星的产物啊，就是这个苏美尔人，他说啊，他在起源的时候呢，就是说。他的祖先是这个外星人啊，而且有记载的是这个外星人呢，他这个来地球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这个搜集这个金矿，但是发现呢，搜集金矿呢不太好搜集，所以说呢，他就是留下了一批这个啊，就是他们这个外星人跟一些动物这个杂交出的这么一个东西，然后呢，最后呢，就是让他们帮助啊搜集这个黄金，就是这个黄金啊 AU。所以说这个龙呢，没准就是外星人啊，没准就是外星人留下来的，他搜集财宝，然后呢，最后呢交给这个外星人，啊，也有这种可能，是不是啊？龙喜欢闪闪发亮的东西，很多人说是金子早，哎，是金子迟早会发光，可是金子是不会发光的呀，对吧？这句话我一直觉得是个病句啊，你看，说是金子迟早会发光的，那金子本身就不会发光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个龙直接被打爆了，我操，这一下爆出了很多金银珠宝，还有什么七星宝剑啊，还有什么圣战手镯啊，三眼手镯啥的啊，圣战戒指，法身项链。好了，感谢我们的这个猪头3 123给大家伙打到一个37分钟的一个牧师通关。相比这个法师啊，还有战士啊，牧师确实慢太多了。不过最后的 BOSS 打起来，我觉得还是蛮快的啊。